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3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张照片引发的中澳外交战，盘算和失算啊。那么新闻是什么？新闻先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在他的官方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一名身穿澳军制服的男子啊，拿了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架在一个阿富汗儿童的这个脖子上啊，然后这个他身下面就是澳洲的国旗。然后同时他配发一个推文说，震惊于澳大利亚士兵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我们强烈谴责此类行为，并要求追究其责任。他的这个推文呢，是指上个星期出了一份报告，讲澳军从2005年到2016年期间出现的这个杀害这个平民和俘虏的一份报告啊。但是这个照片呢有点问题啊，这什么问题呢？这个照片不是真的啊。这照片这是澳洲先驱报的报道，说这个赵立坚的配的这张图呢，是这个被称为中国战狼的一个作者叫乌合麒麟创作的啊。他去年在这个香港抗议活动当中呢，画了很多插图啊。这个乌合麒麟是2010年毕业于长春大学。美术设计师啊，电脑美术设计师，他有自己的公司，然后他还是另外2家这个影视公司的艺术总监啊，他就做了很多这类的作品。那么澳大利亚的总理Morrison 啊，叫 Scott Morrison， 11月30号在他的新闻简报会上非常愤怒啊，说他这个照片，这个非常的恶心啊，要求中国道歉。莫里森说啊，他说这个条推特令人作呕，对澳军丑化啊。那么然后他说非常震惊，反正讲了一堆非常愤怒的话。他说中澳两国之间无疑存在紧张关系，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这个回应的时候说，因为 Morrison 说中国政府应该感到羞耻啊。他说他反过来说澳大利亚政府才应该羞耻，这个。然后声称啊，他说这个阿富汗人民的命也是命啊，而且他说这张照片不应该过度解读啊。这件事情呢，澳洲他自己做了一个报告，研究分析他的士兵出了什么状况啊，这是一回事啊。然后中国政府跑到推特上去指责澳洲士兵啊，是一回事啊，然后再配一张假的照片配上去，这是另外一回事。然后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这件事情后果就是让澳洲政府找到了一个反击的突破口，就是说当赵立坚把这张照片配上去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没有底线的攻击澳洲政府啊。那么澳洲政府开始反击，当澳洲政府反击的时候，让中澳之间的这种外交战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后面分析一下到底会进入什么层面，但是中澳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今年以来，中国开始对澳洲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上的这个制裁啊。我讲一讲。中国海关口头通知国内的这个进口商啊，跟他们讲11月6号开始锁定7种商品，澳洲商品基本上再不接受这个报关手续。哪7种？葡萄酒、铜矿、煤炭、大麦、糖、木材、龙虾，
种商品，严加盘查，而且不接受报关手续啊。然后北京的一个葡萄酒进口商跟记者讲，跟路透社记者讲，他说他上海的报关员已经得到通知了，6号开始不再接受葡萄酒的报关，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然后是中国商务部11月28号开始按照保证金的形式对澳洲葡萄酒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保证金的比例是107%到212%。然后中国海关10月份开始对澳洲的煤炭进行各种阻挠措施啊。那么澳洲煤炭11月对中国出口暴跌96%啊，基本上就是停了。到目前为止，还有50多艘装满了澳煤的船滞留在中国的港口，就不让它进关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6月5号，中国文化与旅游部对澳洲发布这个旅游警告，说澳洲对华人和亚裔种族歧视啊言行和暴力行为明显上升啊，发布这个旅游警示。5月份啊，这一路下来啊，5月份中国宣布2项措施啊，禁止4家澳大利亚牛肉出口商向中国出口，说这四家出口商占这个澳洲牛肉向中国出口的35%。第二啊，就是对澳大利亚、澳洲的这个大麦进口征收80%的反倾销税。这一系列啊，从5月份开始，就不断的在升级啊，到了11月份，就7种商品基本上就不用进中国市场啊。当然，这都是属于非关税壁垒啊，就是说基本上用这种方式，用口头通知啊，你告诉你我不接受报关，当然这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这是非法的啊。好，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对付澳大利亚，为什么对付澳洲？澳洲啊，我们先介绍一下，澳洲是英联邦啊，英联邦就意味着它是君主立宪制啊，它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皇啊，英国女王是它的国家元首啊，它是英联邦啊，然后它是五眼联盟的成员。你一看这是五眼联盟的成员，也就是说美国跟英国是他们的最坚定的盟友啊。这个国家有2500万人口，全球 GDP 排名第19位啊，那么非常是个属于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啊。那么2010年开始，中国开始全面对澳大利亚进行渗透，渗透的非常彻底，非常的厉害啊！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澳大利亚的政党也被渗透啊，它已经渗透它的社会的各个环节，包括社区啊，通过各种同乡会各种东西啊渗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这是为什么要这个中澳之间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原因从哪里开始？是从2017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过去3年以来的，就过去10年以来的影响，就是中国开始对西方开始渗透，2010年开始全面开始对西方国家渗透。澳洲肯定是个重点国家啊，因为它只有2500人口。澳洲跟加拿大其实是2个重点国家，它不用非常大的代价，它就进行渗透啊。那么，但是从2017年开始，2017年是个转折点。201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澳洲的安全情报组织叫 ASIO 发出来一个报告，当然这个报告出来肯定是后面政府的意图啊。他这个报告说这个 ASIA 出了一个报告，说这个中国越来越多的对
对澳洲进行渗透啊，影响这个澳洲政府的决策，然后中国的商人向当地的政界进行各种层面的捐款，影响澳大利亚、澳洲的政策啊，这个报告影响非常的大，这是个关键，这是个关键点。当然，这份报告曝光就说明什么？澳洲政府已经开始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要去处理了。当年年底，澳洲总理啊，当时的总理恩布尔啊，宣布啊，要推出一个遏制外国干预的法律，他就当时已经宣布了，我们要干这件事情。到了2018年，发生了2件非常关键的事情。6月份，澳洲通过反外国干预法案啊，那当然这个反外国干预法案其实就外国就是中国啊，那么就是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取向，也就是说，澳洲开始对这个中共影响澳洲各个政党的这个行为开始进行反制啊，然后这各种案子都出来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参加澳洲的5G 网络建设。澳洲其实是第一个禁华为的国家，就是澳洲啊，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到了2019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华为这件事情让中国很生气啊，但是毕竟是一单生意。到了2019年，才发生了一件真正的有政治影响的事件，什么事件？王立强案。王立强案，这个王立强是中国军事情报官员。他在2019年的10月向澳洲情报组织就是 ASIO 投诚，他向他投诚他是中国军事情报员啊，也就是军事间谍，就是军情间谍啊。那么他向澳洲的这个情报组织提供了香港、台湾，当然主要还包括澳洲啊，澳洲这个间谍。中国在这3个地方的间谍的活动的情况的细节啊，那么然后澳洲的情报机构和台湾的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第一个，曝光了中国间谍网络在香港的组织，就是还有他的负责人叫向新，向新最后在台湾落网。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个影响就是这个王立强案发生的时间，其实它是10月份就已经向这个澳洲情报组织投诚，但是澳洲情报组织把这个事情一直拖到11月份。11月份发生什么事情？台湾大选，就把这个向新在台湾的活动曝光。向新其实是代表中国大陆在台湾去渗透台湾的选举，影响台湾的大选。这件事情对当时的这个韩国对瑜的选情重创，就是变成了在这次台湾大选当中，有2个议题是发酵，对韩国瑜的选情重创。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啊，向新这个案子正好做了一个证明。第二个因素是什么？香港的这个反送中啊，这个案子啊，反送中反国安法的这个案子，给韩国瑜也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就是说，蔡英文团队跟大家讲，你们看一下。什么叫一国两制？你看香港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国两制的前途。就这2件事情，韩国瑜影响选情重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这一系列的事件，就是王立强案，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证据啊，就之前有中共对海外的各个方面的做的事情没有证据。
只是我们分析说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做了这件事情，你看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王立强案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注解，就是这些都是真的，所以他的政治影响非常大啊。这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到了今年疫情爆发，这个4月份，澳洲政府4月份提出来说，国际社会我们应该调查什么？调查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源头在哪里？其实就是讲的我们要去调查中国。这件事情真的就把中国给搞翻了，中国就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冲击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就翻脸了。这件事情你看，很多事情是从5月份开始的，今年5月份开始，中国就什么龙虾啊，什么这个那个就开始出来。我刚才念了啊。那么中国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有个盘算过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要对澳洲出手，澳洲应该是会屈服的。为什么？因为澳洲的经济对中国依赖度很高，到底有多依赖？我跟大家盘点一下啊。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澳洲最大的游客来源地啊。过去1年，中国的游客有140万，消费是120个亿澳币，是排名第3的英国游客的3倍啊，这是第一个。中国也是澳洲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啊。2019年，澳洲有国际学生75万，中国留学生占 37.3% 啊，这是。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伙伴就是说，中国的进口，来自中国的进口和澳洲对中国的出口都排第一啊。201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1589亿，大数1600亿啊。那么澳洲对中国的出口是1039亿，大数1040亿吧。那么占澳洲出口总额的 38.2%， 就是说如果将近 40% 了啊 38.2%。中国对澳洲出口是550亿啊，那么占澳洲进口总额的 25.8%， 就是1/4强啊。那么澳洲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是488亿美元。澳洲出口中国最多的是什么？矿产、煤炭、铜矿、铁矿啊，矿产。那么2019年出口的是713.9，就714亿，增长 29%，占澳洲出口中国的 68% 啊 68%。也就是说，矿产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澳洲对中国的贸易的结果啊。那么澳洲这个国家的贸易状况是怎样的呢？这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数据和展望，2018年澳洲的对外贸易总额是4970亿美元，全球排第25啊。也就是说，澳洲是全球对外贸易的大国之一，排名25是很厉害的了啊！你想一下，这是一个只有2500万的人口的国家啊。那么澳洲的贸易顺差来源4个国家：中国、日本、印度、韩国，还有香港啊。那么逆差就是贸易的赤字，主要来自美国、德国、泰国啊。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澳洲经济对中国深度依赖啊。如果中澳之间发生贸易战，澳洲损失惨重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你从这些数据上来看，如果中澳交恶，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关系交恶，
对澳洲来说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啊。那我们看看中国的算盘和失算在哪里呢？啊，第一个，中国选择澳洲下手啊，杀鸡儆猴。选择澳洲出手当然我们刚才看前面啊，选择澳洲出手，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澳洲是五眼联盟当中对中国最强硬的国家。从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全世界美国没有澳洲强硬。你从这些措施来看，澳洲是真下手，下什么手？他真的在澳洲抓那些人，抓那些他认为渗透，因为他已经通过为法律。他有这法律，他就根据这法律去抓那些渗透的中共的那些庄脚，他真动手抓人。所以澳洲政府毫无疑问，从目前来看，是各国里面比美国还要强硬的国家，它非常的强硬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中国要选择澳洲？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澳洲政府非常强硬。这是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毫不手软，而且每一步都打到痛处，每一步都在痛处。你想一想，台湾大选，它都能够影响到，澳洲出手能够把台湾大选搞个底朝天，你说说看。所以他真的打到痛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刚才我讲的，澳洲经济对中国深度依赖，但是这里问题来了。澳洲他自己不知道他对中国经济深度依赖吗？当然也是知道啊。所以第三点是什么？中澳之间的冲突，很多人经常讲，哎呀，美国政府对付中国不就是因为中国崛起了吗？美国从来就是要对付中国，对付老二的嘛。其实错了，你从澳洲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西方国家和中国发生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价值观的冲突，就是澳洲政府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忍，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才是根本的冲突。所以第三点就是中澳之间的价值观冲突，真正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反映出来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迟早会发生。只是澳洲成了一个急先锋，所以中国才拿澳洲下手。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当中国开始进行激烈反应的时候，澳洲开始受到损失，受到重创。其实澳洲经济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受到这个影响非常大。那么澳洲政府会不会转变，会不会服软转弯呢？有可能。为什么？大家知道，当他的经济受到重创之后，民意会发生变化。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经济不好了嘛，对吧？你做这个行业的人，你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多家庭在那里，那民意要是改变的话，政府也会改变政策，因为政府要跟着民意走，否则你会下台的。那么澳洲政府有没有转变这个民意、转变政策的可能性？有迹象表明，其实在过去1-2个星期，你可以看到澳洲政府开始向中国开始示好，他是有点想转弯啊，有点想转弯，但是其实转弯呢，也只是想缓和一下这种气氛啊，就是说不要让这关系处于一个这种状态啊。但是你说澳洲政府是不是改变整个的政策呢？我不觉得。为什么？你看这个月初啊，中国驻澳洲大使馆向当地媒体发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列出来了14个政策领域，说澳洲在这些领域行为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其实这个清单就是政策清单啊，这政策清单包括什么呢？包括阻止中国的投资项目，就是投资审查啊，禁止华为参加5G 啊，还有就是什么干涉新疆、香港、台湾事务，不断的干涉。我刚才讲了，就没讲那么具体。他把这个清单一列出来，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澳洲政府是全面的对中国开炮啊。
那么澳洲政府对这个清单怎么反应？我们不会改变政策，其实他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澳洲政府他所谓的调整政策，其实只是想缓和，让这些事情不要变得那么激烈。但是澳洲政府不会改变这个政策，不会改变这个政策，也就意味着其实中澳之间的关系好不了，一定是好不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2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第一个影响，澳洲作为这个急先锋，其实其他国家都看着呢。中国对澳洲采取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这个观感是很差的观感很差，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分析中国现在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当中美之间中美关系已经崩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我们抛开这个美国大选的因素我们把这个因素放那边，我们讲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中国外交部已经没有办法跟美国国务院对话了，因为美国已经把这个对话的这个关掉了，把应答器都关掉了。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接近处于一个临界状态。所以中国你可以看川普总统就算是在大选也没有忘记持续的对中国采取各种措施。今天又有一堆的措施出来，不停，根本不停。大家知道中美之间，我经常讲两点中美关系。第一点，实力悬殊第二点，美国政府一直是的误判。过去10年20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是在误判，而川普总统是把这个误判纠正的唯一的第一个总统。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激烈的对抗的状态。当中美关系激烈对抗的时候，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开始出现解体的状况。为什么？中国所有的对外关系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闹翻，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在解体。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核心是中美关系，基础是什么？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其实像中国对非洲东南亚这关系重要吗？说上去也很重要，但是真的没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赚钱的话，你只能赚西方国家的钱，非洲跟东南亚钱赚不到多少钱。中国整个经济要稳定发展，必须去赚这些国家的钱。你跟这些国家的关系搞翻了，你就赚不到他们的钱，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所以其实中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在解体当中，因为你有求于他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严重的误判，觉得我已经不是小池塘，我已经是大海了，我只个内循环就行，其实是不行的。你看这次疫情你就可以看出来，把中国经济带出最低点的是什么？是出口。向哪里出口？向美国出口，讲到底还是美国出口。所以你想一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始解体，其实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开始解体。中国对澳洲做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西方国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也会发展我身上，所以我们必须干什么？联合起来。所以西方国家最近你可以看到进入下半年以后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上，在其他的议题上慢慢的走在一起来。你可以看中国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国，而是整个西方阵营。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在澳洲这件事情上，它的计算是没有错的打到了澳洲的痛处那么澳洲呢会很难受。但是你从整个的大格局来看，中国现在的主攻方向，对外主攻方向就是美国。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关系都是次要关系，都应该为美国服务。中国跑到澳洲去开另外一个战场，其实是非常愚蠢的，从整个的战略角度来说。
是非常的愚蠢的。因为澳洲既然它是排名第29个经济体，它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它扛不扛得住？它会扛不住，但是它有其他的办法，它也愿意付出代价。你看，这是它主动挑起的。就是说，你可以看中澳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一个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的事儿。你看背后全是澳洲政府在推动的事情。他在这个推动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中国要采取的这些措施其实并不意外，我不觉得是他们意外的事情。所以在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可能会赢一场这个小胜，在中澳的这个冲突当中，但是他在整个对外战略当中，他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澳洲政府那么激进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然后总结一下2点。第一点，中澳关系回不到从前了，就有点像中美关系啊。那么赵立坚提供了一个什么？提供了一个澳洲政府反击的炮弹。赵立坚这张照片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当初这个中美之间啊，中美在疫情上面有争吵，吵到最后，赵立坚一条推特把川普总统闹翻了。哪条推特？就是赵立坚发一条推特说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是美军在武汉散播的。这川普总统一看，这就翻脸了。川普总统真正跟中国翻脸，就是因为这条推特。而今天赵立坚又发了一条推特，配了一张照片，配了一张假照片。这张假照片又给澳洲政府一个反击的起点。为什么？因为这张照片，在这个基础上，澳洲政府反击会引起民意的转变。如果民意发生转变，澳洲政府继续强硬下去，中国政府也很难过。所以这件事情，赵立坚又帮了中国政府一忙啊。好，我们今天的总结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彭维光，谢谢 TT， 谢谢，感谢王老师今天这期节目，最近的会员节目也做得非常出色，自己内心的一些疑惑和想法都被王老师解答出来了，谢谢。Ego X， 谢谢观点，我以为澳大利亚是被带有中共价值观、带有中国人德行的中国移民渗透的最严重的西方国家，非常正确。意大利和德国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他们被渗透的还只是企业和政要，不是高校和社区。去年香港抗争期间，澳洲的城市和校园都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小粉红重灾区，古今澳外绝无出其右者，非常正确。所以为什么澳洲政府这么强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算是澳洲，我觉得澳洲人是这么想，就算我要付出代价，我要跟你翻脸。为什么？你看着我们社区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想法啊。Elena Ma， 谢谢。Yokiko Kachida， 谢谢。观点，那不是照片，是画作，作家是网名是乌合麒麟。最近因为画了很多高质量的战狼图很火，全是针对西方国家反共国家的，是故意的。对，他是当做照片发的。对，那张照片是个画作啊，就是说那是个画作，但是被赵立坚拿来当照片发了。所以你想一下，这是件什么事啊？观点，乌合麒麟，那幅画的作者，这种青年投机画家会成为中共国对全世界交恶的急先锋，也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粉红们吃关门饭红利的推手，但是都是罪有应得。乌合麒麟的下场也会变得
变成破坏国际关系的祸首，死不足惜。看看当年郭沫若的下场，国际关系交恶后，乌合麒麟们会拖出去砍头示众的义和团。OK， 义和团。OK， 观点：中国媒体可以发表任何漫画和修改过的照片来批评澳大利亚，但是外交部人员代表中国发言类似的言论是不妥的。澳大利亚媒体可以天天发天安门坦克杀平民，但是澳大利亚发是不可以的。他是这样，外交部发言人当然代表外交部，外交部代表中国，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其实就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这是第一个，大家搞清楚啊。所以这个赵立坚跑到推特上来发东西，就是代表中国政府，这是第一条，这是常识啊，这是常识。第一条，第二条，赵立坚可以去批评澳大利亚作为中国政府的发言啊，但是必须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你说，比如说你认为澳大利亚做错了一件事情，你出来批评他可以，但是你要有依据啊。那么赵立坚发一个这样的推特没有问题，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说你认为澳大利亚的士兵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配一张图片，这是一张设计图片，而不是新闻照片。你不配图没有问题，你配了这张图，就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张新闻图片，这不真实啊，这不是个真实的图片。这个图片，而且它背后有非常强烈的恶意。那澳洲政府据此进行反击，那也就正好正中红心。说明什么？说明两点。中国政府从来在中国政府眼里，事实本身是界限不清晰的，就是他只说对他有利或者有用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事实，他并不在意。也就是说，事实对他没有约束力，这第一个。第二个，老实讲，中国政府发这样的言并不合适。为什么？你看看自己的人权状况。你还讲这个观点？为什么没有禁止奶粉？大陆一半孩子吃的是澳洲、新西兰的奶粉。那些奶粉是真的来自澳洲吗？你确定吗？中间那个成分有多少是澳洲牛奶的奶粉啊？这个我还是有点质疑啊。提问：中共利用假新闻假照片针对澳大利亚发动信息战，而且以外交部门为平台，那澳大利亚是不是有理由冻结中共外交人员在澳洲的豁免权？不可以。为什么？这是有国际法规定的，国际法规定外交人员是有豁免权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澳洲政府可不可以反击？当然可以反击。这就是我们要理解什么叫政治啊，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有政治影响。政治影响是什么？政治影响是全世界都觉得中国政府这么干不对呀。当大家对你有恶感的时候，很多政策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政治的影响的厉害。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这张照片会让中国政府非常被动，因为它会改变很多的东西。就像当初这个赵立坚发的那个推特，讲是美军散布的病毒，让中美关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是一样。赵立坚千万要留着啊！这外交部千万不能因为赵立坚犯了一个小错就把他给换了，别换，留着他，而且经常让他发推特，对中国是好事啊。观点：澳洲是五眼联盟之一，如果澳洲开始打台湾牌，把台湾关系提升一阶，中共怎么办？要知道你中共现在几乎什么手段都用。台湾是什么？台湾就是中国的软肋，就是说其实所有人都可以打台湾牌。为什么？你想英国可不可以打台湾牌？英国已经开始打台湾牌了。澳洲可不可以打？澳洲也可以打。新西兰也可以打。其实任何国家都可以打。为什么？
大家知道台湾这个牌对中共来说是有政治上的杀伤力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是没有统一的，也就是说谁代表中国还不好说呢。中共是要大家承认他的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台湾牌打起来，中共的政权的合法性就存疑。对中共来说，政权是第一大的天大的事情，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中，中共的这个软肋是由谁定的？美国决定的。为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捏的台湾这张牌对中国来说那是非常难受，只要美国这张牌不打，所有人手里，所有的国家手里都有这张牌。所以其实中国的对外关系，我说它解体。什么叫解体？就是你没牌可打就会解体，你有东西制约它，你才会保持跟它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东西制约它，你基本上，这位网友说的非常的对，中国已经把对澳洲的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出去了，澳洲还一张牌没打，就台湾牌。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会很被动，中国的对外关系其实会很被动啊。情况，我从13年开始在墙内参与广告公司，大到请孙俪过来参加活动的澳洲奶粉都是假的，是中国运出去再运回来的回流货，恶心透顶。就是我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不相信中国的这些制造商，他既然造假都能过得去，他为什么要用真的？真的成本还是很高的。中国的东西的造假已经没有一样东西是安全的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离开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我在美国生活的其中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药啊。我昨天手上被遛狗的时候被勒的手发紫啊，已经肿了，因为他冲出去追车，我拽住他，手一勒紫了，很痛。我就用这个我在这买的这个膏药，就是叫什么膏药贴啊，其实是很普通的膏药贴，从昨天贴的现在已经好了80%。就是你可以看这个药的有效性跟中国没办法比，中国的药你在中国买那些药吃的药没有效果。就后来我想了一下，这就是很多商品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它可以就这么卖，它为什么要让这个效果那么好？它让你多买几个不好吗？就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的问题就是你有很多基础性的产品它都不安全啊，那你都可怕，这是这种事情啊。观点，我觉得中共跟澳大利亚翻脸应该是一种提前反制手段，因为澳大利亚手里已经握有武汉病毒的确切证据，所以中共对澳大利亚早有攻击意图，趁中国追责尚未开展之时提前打击澳大利亚，那也没用啊，提前打击就不，他手上的证据就没用了嘛。假设你的判断是对的，那你不是让他逼他把手上的证据公布出来吗？那不是更难过吗？所以是要提前反制。我觉得如果澳大利亚手上有这个武汉病毒的证据的话，他现在是不是公布的好时机呢？你说呢？观点，澳大利亚证实了我说过的一句话，不是所有国家都只看经济利益，不是所有人都只爱钱，还有正义和爱。很正确，我觉得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冲突啊。观点，澳洲有很多公民是中国移民，公民既有公民权，会影响澳洲政治。澳洲政府罚这些中国人，又会被批评排外、种族歧视，正中打着民主反民主、好中共的招式，也没有啊。如果你是依法执行的话，也不存在啊，对吗？如果你是执法，没什么话说。情况在墙内出了一个战狼外交小视频，下面的评论几乎都是好评，点赞，厉害了我的国。
想找一条质疑的评论还真不容易，一般情况找不到。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留言是否发自内心真实的想法，墙内墙外还真是完全两个世界，舆论完全不一样。如果质疑的话，1秒钟就被删掉了。你怎么会看到？情况最新民调，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受欢迎程度飙升到4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你看，对他表现不满程度下降了2%，这样的强硬效果非常好。澳洲民众真的觉醒了，只要继续这样的强硬，明年大选莫里森连任没有问题。OK， 这就是政治改变了啊。提问5毛的统一推特刷屏文案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实现100%种族灭绝的国家，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全部被杀，还频繁提起美国原住民被杀，这种不断提起100年之前的历史，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有一点吧，反正你就是洗住墙内的老百姓的脑呗，还是有一点效果的啊。反馈一下这件事情，墙内舆论媒体一面倒的站在赵立坚怒骂澳大利亚，很可怕。我关注的几个本来以为中立的公众号全部站在赵立坚，而且他们压根不贴那张杀小孩图贴的3天前照发的另外一张照片。看完新闻，你根本不知道有这张照片存在，只觉得澳大利亚不认账，品德败坏，内宣完全被控制了。国内普通老百姓看到的都是假的，太可悲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70年啊。问题是这种自上而下都是这副嘴脸，从外交官到5毛，而且好些官员嘴脸比5毛还恶劣，简直是一帮土匪。一直是这样。观点王老师好，李毅之流就是中共有意无意培养出来的一批怪胎，在一些特殊的时刻，特别话题上放风，替中共试探民意，有时候会故意搅浑舆论。李毅不是有意无意培养，李毅是这个土壤长出来的一朵恶花啊，所以他说什么那些话，其实没什么意外，我真的不意外啊，他就是这样的人。李毅当初在台湾开研讨会要武统，他是个极统派，说在台湾说要武统，结果台湾把他驱逐出境，就是李毅，你们上网搜一下啊。观点其实很羡慕澳洲，我觉得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未必比澳洲少，还是在于自省和修正。加拿大有些问题也会强硬，但对中国没有根本性的认知。还是执政党的问题吧。澳洲主要是执政党的问题啊。我觉得加拿大跟澳洲很像，国体很像，规模也很像，他们的发展水平也很像，但是澳大利亚比加拿大强硬的多啊，加拿大就没那么强硬啊，加拿大心里明白，但是他不干啊，他不干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跟加拿大跟中国之间的这种交互的程度有关系啊，还有一个，加拿大是在美国的旁边。加拿大很多时候要看什么？要看美国的脸色啊，就是美国的政策，他要配合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又翻了，大家关系没那么好，没那么好呢。那加拿大在这件事情，在对中国的事情上的态度就非常的飘忽，因为如果有美国站在前面，其实他跟着美国一起走，问题也不太大。但是他跟美国关系没那么好，所以变得这件事情会很飘忽啊。问题：澳洲经济可以在脱钩中国后短期内找到太地市场吗？煤炭、铁矿、牛奶之类的，是否可以转走中国产业链的新兴市场，东南亚和印度？所以澳大利亚是刻意的经营印度市场，就是跟澳大利亚总理访问印度，
然后又跟印度签了一个协议啊，那个协议是印澳之间的这种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军事盟友关系等等啊，包括这个亚洲的小北约，其中就有澳洲跟印度，所以澳洲其实是在经营跟印度的关系，但是印度现在还没有起来，短时间不能替代中国，差得远。真正能替代中国的是日本啊，日本是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但是日本的需求不会一下子涨那么多，所以中间美国、澳大利亚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啊，只是大家愿不愿意。过去3-4年吧，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涨得非常的高，大概涨了个30%-40%的有。那你就把原来的30%给退掉的话，那你就是有日子过回原来的日子呗啊。情况坐标北欧冰岛，因为工作关系，最近有澳洲的留学找我咨询旅游入境的情况。他们说，在国内接种过国产疫苗的留学生会被告知，在出境后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说自己已经接种过疫苗，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神操作。就是疫苗无效呗，就是疫苗无效呗，因为你去检测没有抗体，不就暴露了吗？如果所有的留学生或者在国外去检测一下都没抗体，那说明不就这个疫苗无效的这个秘密不就暴露了吗？啊！提问王老师能不能讲讲最近国内很火的社区团购和蛋壳租房暴雷的情况？感觉现在国内经济完全依靠互联网支撑，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太多，不知道好还是不好。蛋壳网我就不讲了，因为蛋壳网实在网络上已经很充分的，消息已经很充分，没有什么新的角度。其实这一类的蛋壳租房的这类商业模式爆雷的情况，已经在2年前已经开始发生了。这只是一个，我们现在只是因为，蛋壳这件事情爆出来的时间点很敏感，是因为金融危机大家都处于一个金融风险处于一个临界状态，所以蛋壳一出来很敏感而已啊。其实这个案子和过去一段时间爆的案子是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社区团购，我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互联网，中国现在的生活靠互联网，原因是什么？首先一点，中国的商业不发达，这是一个大前提啊。中国的商业非常不发达，不是一般的不发达，是非常不发达，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非常不发达的前提之下，互联网跑出来之后，它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效应，就是冲击现实的商业。它本来它就不发达，然后它就能从那里拿到很多的份额，从零售总额里面拿到非常多的份额，是因为本身商业不发达，然后当它这个趋势一形成，大家形成在网上消费习惯的时候，那有些东西就回不去了。你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去商场，他天天抱着个手机，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他就不去了，不逛商场了，去商场也就吃个饭，或者是体验经济才去商场。所以呢，它就形成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越跑越快。所以好不好呢？没有什么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不发达，它本来就没办法满足大家商业的需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啊。只是大家的消费习惯已经被改变了。提问：王老师认为哪个国家的经济模式更值得中国去学习？美国、日本还是德国？经济模式，你说什么经济模式？日本，那你要看你有多长的周期啊。德国，这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答不了，而且模仿没有经济模式，你没有经济模式跟什么有关系？跟政治模式有关系啊，跟你的政体有关系。你的政体决定了你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所以我们不能够仅讲经济模式，
我们要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讲。温家宝讲过一句话，就是没有政治改革，你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你现在看到了，温家宝讲的很准啊。虽然温家宝的这个执政能力不怎么样，但是这句话他说对了。你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不用几年就失去了啊。情况国内早已经洗地了，连我妈在十几线小县城早就说病毒是外国来的，反正怎么着也和中国无关。情况，《泰晤士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卡斯在推特上发起了买澳大利亚葡萄酒抵抗专制的公民运动啊，有吗？我们要转发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推友对这一倡议反应颇为积极。卢卡斯说：“你总不能一方面说我是和平崛起，从不跟任何人找麻烦，另外一方又威胁澳洲说，除非你改变政治体制、法治、外交政策、教育体系以及其他社会运作方式，否则就别想跟我们有正常的外交和商业关系。”在我看来，他们所谓的战狼外交，其功效可以说适得其反。好，我们要去找一下，转发一下啊，支持一下。还有我们大家尽量的去买一下澳洲红酒杯，我觉得这很好，我们今天就去买吧。提问王老师怎么看韩国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如便利人员往来、积极安排习访韩等事宜？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守住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应该坚守的底线。文在寅就是亲共，没有别的，文在寅就是亲共啊，亲华吧，不要亲共吧，啊，非常的亲华，所以他上任到现在，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因为有美军基地在那儿，他有些事情他也没办法啊。观点是澳洲特种兵杀了平民，是美国警察杀了黑人，是日本把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但是这些负面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媒体发出来的，自己民众去反思。中国不能报道任何负面，不做任何反思，就是不一样。我一直觉得中国完全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你说说你们的媒体报了什么了啊？情况，今年疫情开始，好几个原来的朋友发生了争吵，印证了王社的观点，不是利益纷争，就是价值观冲突。观点，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可以躲过大陆共匪魔爪，他们运用资本操纵各国的运作，存在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武汉肺炎，世界经济受挫，更是共匪浑水摸鱼的机会。以前说反腐亡党，现在反共才可救中国救世界，但代价很高。我对世界的未来持悲观的看法，大家珍惜所有的一切吧。为什么要持悲观的看法？我们不能因为它就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看法悲观了啊，还是应该持乐观的看法。为什么？我们怎么着也得努力一把嘛，是不是？先生你好，你怎么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些学家说新中华思想，其实除了 hard issue 关于外交、贸易、军事等，最近在网上看的中国人跟外国人争吵的话题，我想几乎可以描述为中国人跟外国人的价值观的冲突。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我想问一下您的观点，怎么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其实没有根本的民族主义啊，民族主义讲的是什么？民族主义首先你要有一个自己身份的认同的问题。中国人其实到现在为止，中共建政到现在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的问题。你到底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还是中共的一个红卫兵？你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根本没办法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中共是中国文化的敌人，中共的任务是消灭中华文化。如果你把中华文化消灭掉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没有身份认同了，就没办法身份认同了。那你只能认同你是一个习近平的好战士，毛主席的好战士。当你是个毛主席好战士的时候，你肯定不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当你面对一个这样的困难的局面的时候，你哪来的民族主义呢？
民族主义从何而来？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只有小粉红、战狼。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其实根本讲到底就是什么？讲道理就是战狼文化，就是中共的这种没有底线的对外攻击。所以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奢谈民族主义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议题啊，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身份认同，你哪来民族主义？Helen 张谢谢，姥姥王谢谢，阮光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